Welcome to Mandarin with Lily, a YouTube channel where you can learn and improve your Mandarin. Eventually, you will be speaking Mandarin just like a native. 情人节，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又到了。今年你会怎么庆祝呢？鲜花、巧克力、情人卡和相爱的人共进晚餐是一定的了。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，我随手在维基百科上看了看情人节的来源。哇哦，没有料想到的是，情人节起源于公元496年，当时的教皇为了纪念一位叫 Valentine 的圣徒，在公元496年把2月14日定为 Valentine's Day，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，到了14、15世纪，这个节日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个庆祝浪漫爱情的节日。在18世纪的英格兰，它发展成为情人之间通过鲜花、提供糖果和发送贺卡来表达爱意的一天。今天使用的情人节符号包括心形轮廓和带翅膀的丘比特形象。庆祝情人节，现在在中国的年轻人中间也是很流行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七夕节？中国人把这个节日叫做中国的情人节。七夕节起源于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，这个传说流传于上古时代，到现在已经有3、4千年的历史了。古人发现天上有2颗很亮的星星，它们被银河隔得很开。当时的人把这2颗星分别叫做牛郎星和织女星。每年农历的7月初7，牛郎和织女会在天上的鹊桥相会。又因为是在晚上过节，所以这天叫做七夕节。希望你喜欢这个传说，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幸福。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又到了，你今年怎么庆祝呢？鲜花、巧克力、情人卡和相爱的人共进晚餐是一定的了。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，我随手在维基百科上看了看情人节的来源。哇哦，没有料想到的是，情人节起源于公元496年，当时的教皇为了纪念一位叫 Valentine 的圣徒，在公元496年把2月14日定作 Valentine's Day，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人节。情人节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，到了14、15世纪，这个节日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个庆祝浪漫爱情的节日。在18世纪的英格兰，它发展成为情人之间通过献花、提供糖果和发送贺卡来表达爱意的一天。今天使用的情人节符号包括心形轮廓和带翅膀的丘比特形象。庆祝情人节现在在中国的年轻人中间也是很流行的。你知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七夕节？中国人把这个节日称作为中国的情人节。七夕节起源于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，这个传说流传于上古时代，到现在已经有3、4千年的历史了。古人发现天上有2颗很亮的星星，它们被银河隔得很开。
当时的人把这2颗星分别叫做牛郎星和织女星。每年农历的7月初七，牛郎和织女会在天上的鹊桥相会，又因为是在晚上过节，所以这天叫做七夕节。希望你喜欢这个传说，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幸福。If this video has helped you, please give a thumb up and subscrib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Happy learning.